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是85花转型最成功的，风吹半夏演绎了中年人的极限拉扯。2018年底，赵丽颖为我们带来一部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，拉开宅斗剧的序幕，也让颖宝收获了自己的爱情。2022年底，赵丽颖又带来一部爆剧《风吹半夏》。看惯了都市言情剧里谈情说爱，这部以女性视角的创业题材还是挺吸引人的。就目前追完的剧情来说，服装、布景都很用心，剧情也不落俗套。这并不是那种披着女强人外衣的言情剧，相反，它很真实。这里没有靠着男人上位的套路，我们只能看到在满是男人的商业战场里，女人创业是多么的不容易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夸一下赵丽颖，这几年的电视剧质量都非常的高，从《知否幸福到万家》，再到现在的《风吹半夏》，每部剧的人物个性鲜明，不脸谱化，故事内核扎实牢靠，不浮于表面，都是能让观众回顾经典的剧。别的85花还在偶像剧的圈子里打转，她的角色已经从未婚少女到已婚妇女，再到如今的离异中年女子了。她也已经完全脱离了傻白甜女主的风格，成为85花中转型最成功的一位。也许古偶和现代言情确实能给演员不断的带来流量，来钱也快，但实实在在的拍几部家庭伦理剧、主旋律时代剧等等，却能给演员带来口碑的飞跃和提升。风吹半夏里有3条发展线，都很有看点，分别是亲情、原生家庭、事业和爱情。逃不脱的原生家庭魔咒，却让半夏浴火重生。半夏的母亲在生她的时候难产而死，董仲一的父亲怀着复杂的心情给她取名叫半夏，生半夏有毒。后来父亲再娶，又生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。虽然说有了后娘就会有后爹，但严格来说，半夏的父亲并不坏，但绝对算不上一个好父亲。他不痛不痒地把半夏养大成人，而生活的重心和宠爱都在他的新家庭和新女儿身上，半夏就像个外人。原生家庭的影响造就了半夏坚韧洒脱的性格，所以长大后他一门心思只想搞钱，成了他父亲口中的款姐。尤其是他当了小老板后，每月也都会给父亲打钱改善生活，却没有多余的嘘寒问暖。妇女护尽义务，像极了中国千千万万个二婚重组家庭。说是亲情，但又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剧里有一幕非常触动我，半夏做生意遇到点难处，就想着跟家里借点钱。他爸因为各种原因又不想给那么多，送他回家的路上，看见他同父异母的妹妹，特别自然地扑到他身上撒娇。半夏坐在车上，看着这温馨的一家3口，心里一定是羡慕又委屈的。这一刻，他清楚地明白，自己依赖不了任何人，只能靠自己。半夏与父亲之间的感情有点浅尝辄止的味道，父亲对他有恨，所以并无刻意的偏爱，就连帮助也是有所保留的。用一句话来说，有爱，但是不多。而半夏对他有期待，也渴望温暖，但因为常年的不到，再加上与妹妹的对比，他也慢慢保护起自己脆弱的心。于是他尽孝道，感谢他的养育之恩，但也仅此而已。父女之间保持着一种安全距离，我不过问你的二婚家庭，你也不过多干涉我的生活。我们只是名义上的父女而已，能用钱解决的，绝不过多浪费感情在彼此身上。不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他的成功一波三折。做生意满腹经营的算计和孤注一掷的勇气缺一不可。许半夏是靠倒腾废钢发家的。20世纪70、80年代，钢铁业是男人们的天下。
她在武建社这群人眼中，也就是个小打小闹的疯丫头。从5万吨钢材份额只给半夏分5000吨，就可以看出武建社压根没把她当回事。就是这5000吨的份额，也是看她不容易才施舍给她的。他还告诉她，不用出国跟他们几个大老爷们一起折腾，老老实实的在国内等着，就能拿到这份额。但半夏并不满足于此，他敏锐地察觉到，这是一笔能让他翻身的钢材生意。他至少要15000吨，并且要跟着他们出国，去打通这条进货渠道。初始资金只有不到100万的许半夏，想要拿15000吨的废钢是远远不够的。但他敢想敢做，确定好目标之后，就立马开始筹钱规划、租场地，并且成功说服了赵磊借给他1500万，条件是在出国采购前必须把堆场给建起来。原本跟村民说好的20万租金，被做的起价到了50万。半夏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他的2个小弟老陈和童潇奇私自做了一个决定，夜里趁没人的时候往滩涂里倒废机油，只有让这地方不值钱了，再去谈价钱。当许半夏拨开人群，看到那片被污染了的滩涂的时候，旁边的老妇受不了刺激，被人搀扶着离开了。但他嘴里一遍遍地诅咒着，干出这种事的人不得往生，其实就是说给许半夏他们听的。他是必须拿下滩涂，但做了这么伤天害理、毁了别人生计的事，要遭报应的。原著中，后来老陈没日没夜的清除废机油，得了白血病走了，铁三角就剩下了2个人。那一句句不得往生的诅咒，最后也应验到了出主意的老陈头上。滩涂被污染这件事，让许半夏很愧疚，也答应了给村民更多的补偿。搞定了起始资本，半夏一直在往前走。他跟着武建社坐上了前往苏联的火车。尽管借了这么多钱，武建社还是只愿意分给他5000吨的份额。就在他还想着怎么多弄点份额的时候，他们就被骗了。这条关系是武建社曾经的战友的儿子小杨给他们找的，一些有漏洞的事都让他们给忽略掉了，根本就没有低价的钢材，那只是小杨找的演员和参观场地。出于对战友的信任和贪便宜的本能，他们被骗了定金。小杨和他找的演员妮娜也一起人间蒸发了。虽然一行人很受挫，但好在只是被骗了定金，就当认栽回国了。可半夏认不了，这是他赌上全部家当来的，光是借款利息他就赔不起。最后半夏留在了苏联。他不知道他留在这有什么用，但他不能回去，也没脸回去，场地租金、工人工资都等着拿钱呢。半夏在苏联漫无目的神游了几天，就在快放弃希望的时候，突然撞见了那个骗子演员妮娜。但可惜的是，妮娜也不知道小杨在哪。但为了不被抓进警局，将功补过，他居然给建夏提供了一条真正的低价收废钢的渠道。黑海一些军队里的毛子专门卖那些用不上的坦克、手雷、榴弹炮，这些还都是精钢。刚开始半夏不信，怕他又想骗自己，但现在已经这样了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跟着他去一趟黑海。没想到黑海的事情发展得出奇顺利，谈好价钱，对方甚至同意他把货物装上船再付款。那个年代的毛子真是人傻钱多，哈哈。在经历了借钱租地、出国买钢被骗，他们5个人中只有半夏坚持了下来，并且成功地打通了进货渠道，把货给运了回来。中国有句古话叫绝处逢生，人在退无可退的时候，会自己闯出一条生路。可也有一句话叫塞翁失马焉知祸福。半夏这次千辛万苦运回来的废钢，本以为能大赚一笔，却遇到了钢价滑铁卢。响应国家政策，钢铁价格大幅缩减，一夜之间，抢手的废钢真成了废钢，连本都保不住。看到这里真的心疼半夏，
做生意可太难了。以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思维，这个时候就得赶紧出手把缸卖了，能少赔点就少赔点。但半夏硬是撑了1年，给撑到了钢价回暖，起死回生。硬撑这大半年的艰辛，只有半夏自己知道。一摞接一摞的起诉书，债主逼债，工人讨钱，5万吨的废钢也面临拍卖，但他还是熬了过来。半夏的成功是一波3折的这条事业线，看得人极有共鸣感。3不落入俗套的情感萌芽，2个成年人之间的极限拉扯。说实话，在得知李光洁和赵丽颖是官配的时候，粉丝们都不是很可。这2人八竿子打不到一起，以往的戏路不重合，李光洁也极少拍这种感情戏。可事实是，他俩实实在在的把2个成年人之间的那种暧昧和实力相当的极限拉扯感演出来了。只要是他们同框，就让人有种抓耳挠腮、心里痒痒的感觉。为什么呢？明明说着暧昧的情话，彼此却在不断的试探，一进一退，一退一进，却从来看破不说破。尤其看到他和半夏之间那种欲说还休的极限拉扯感，真的太让人上头了。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，这是剧中李光洁饰演赵磊对半夏说的话，而他也做到了，宁可被停职查办，也要替半夏争取时间。这也是我第一次 get 到演员李光洁的帅气。谁能想到，之前在《如懿传》里那个羊肉串王子，到了这里变得如此成熟有魅力，简直是满满的安全感啊！这就是演员的魅力吧。目前这段感情戏算是整部剧里另一大看点，属于玻璃渣里找糖吃。而半夏的另一段感情更像是小插曲。剧中欧豪饰演的童潇琪这一角色非常亮眼，像一只流浪的小狗。因为在一次雨夜里，他得到了半夏的帮助，从此把半夏当成了自己亲人。美丽豪爽的半夏曾经也让他内心升起过别样的情愫，只是这段暗恋还未萌芽，他就入狱了。出来后，他把5年前还未送出去的发卡又塞到了半夏前面，别扭地说了一句：“之前给你买的。”半夏看了一眼就把它扔了出去。汽车疾驰而过，半夏说：“睁开眼看看吧，这是新世界了。”虽然小童委屈巴巴，但这段无疾而终的暗恋也算是画上句号了。就像半夏说：“人要往前进，不要老想着过去。救命恩人不以身相许，而是以兄弟之情照顾他。”这算是打破国产电视剧滤镜的一大突破了吧？小童这个人冲动有余，脑子不行。5年前，因为帮她教训出轨的丈夫，童潇琪犯了故意伤害罪，被判入狱5年。这次刚出来没几天，就又违法乱纪，私自毁了人家的贪图。这样的人，注定不是半夏会头脑发热，对他产生情愫的人，只能像小弟弟一样照顾着。可以说，半夏对感情的这种杀伐决断，不拖泥带水，确实带感。风吹半夏的3条线安排得非常好，也让半夏这个人物丰富且圆满。